很多得过精神疾病的人都知道，现在治疗方法呢就是药物和心理治疗。药物要不起作用，要么起作用呢副作用太大，不能长期使用，或者使用一段时间呢就不再有效，怎么办？半个多世纪以来无数的科学家都在研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生物化学因素造成了精神疾病。这些疾病都有很强的遗传因素，但又不按照孟德尔遗传规律来发生。到底是什么在控制我们的遗传因素？一些重要的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内，都对营养素治疗有良好的效果，但它的原理是什么并不清楚。哪些病人对什么样的营养素会有良好的反应呢？欢迎来到锦端医话，一切都是为了您的健康，我是杨医生。如果您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节目，请订阅我们的频道，点击小铃铛，加入我们健康大家庭。从这一期节目开始我们在主要内容介绍完之后呢，还增加了一项重大医学新闻解读，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的看到最后。首先，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期介绍的甲基化平衡这个概念。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人类99.9%的基因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有0.1%的基因是不同的。这0.1%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健康和寿命。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改变它们呢？不是的，因为这些基因只有表达之后，才能对我们身体的生物化学平衡产生影响。什么决定基因的表达呢？有两个重要的生物化学过程在调控基因的表达，其中一个呢，就是把基因控制在静默状态的甲基化。如果你好奇另一个调控基因的生化过程是什么，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请给我们留言。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谈到甲基化参与了影响人体各个方面功能的生物化学反应，甲基化的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都会影响到基因的表达，造成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怎样判断你是甲基化不足还是甲基化过度呢？我们在上次节目中介绍了两个方法，一个呢是测定全血中组织胺的水平，第二个呢是测定我们血液中甲基化的循环状况。我在临床上几乎给每个病人都做这两个检查。其实呢，在做检查之前呢，我大概就能判断出他们属于哪一种。怎么判断呢？这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个办法，就是根据人的性格特征、体格特征、健康状况来判断。甲基化不足的人典型的特征包括，在性格上他们倾向于自觉努力、争强好胜、完美主义，不能欣赏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成绩，不断的要寻找新的挑战，仿佛他们自身的价值呢，就是通过不断成功才能体现出来。他们很多人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医生律师、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运动员、演艺界名人等等。但是他们性格上也有一些不讨人喜欢的东西，比如非常固执和自负，看这个世界不是黑的就是白的，做事呢也很刻板，甚至有洁癖和其他强迫行为，有的呢还会发展成强迫症。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比较容易叛逆，在学校容易有行为方面的问题。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很镇静，但是内心呢却十分紧张。虽然在别人看来他们都是成功的佼佼者，他们自己内心反而缺乏自信，需要不断的证明自己，活得非常辛苦。如果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呢，就会十分抑郁，甚至有轻生的念头和行为。他们通常性子比较急，有什么愿望马上就需要得到满足，所以呢，他们也容易产生做事或者对物质成瘾。他们可能是工作狂，或者打游戏、喝酒，甚至吸毒。他们通常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不太听医生的话，也不大坚持治疗。在生理上呢，因为他们血中的组织胺偏高，所以容易有过敏性的鼻炎或者哮喘。他们怕疼，也让他们容易对镇痛的物质产生依赖。他们通常呢身体比较高挑，吃饭挑食，容易产生头疼和其他免疫功能的问题。这类人呢也好发心血管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糖尿病和癌症。很多人呢是在青春期之后，这些特征呢才明显的表现出来。一些老年痴呆的病人、自闭症、帕金森综合症的人，也常常有甲基化不足的问题。但是呢
70%-80%甲基化不足的人呢，都是社会上人人称羡的成功人士、人生胜利组。有20%到30%的人也是精神疾病的牺牲品。我们常听到一些名人轻生啊，包括过去我们在视频里提到过的三浦春马、竹内结子、范若晕等等，他们都有可能是甲基化不足的受害者。大家可能不知道，在美国的自杀人群中，名列榜首的除了警察之外，都是成功的专业人士，这绝对不是偶然的。除了有 MTHFR 基因异常的人，造成甲基化异常的因素呢还很多，包括精神压力、内分泌失调、饮食不平衡、缺乏运动、营养不良、肠道菌群失调、细菌和病毒感染、过氧化压力、空气污染、重金属中毒，当然还有统治我们临床医学的药物治疗也会造成甲基化异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特别强调怎样缓解精神压力，怎样保障充足的睡眠，怎样选择健康平衡的饮食，怎样补充抗氧化剂和必需的营养素，怎样保障和维护肠道的健康，怎么样预防和治疗新冠病毒感染。因为这一切都会影响到我们甲基化的功能，成为其他一些慢性疾病的基础。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以前的视频认真的多看几遍，而且呢身体力行。如果大家怀疑自己或者亲朋好友中有甲基化不足的人你们可以找对基因表观医学有经验的医生进行评估。甲基化不足的人呢，还常常和另外一种在精神和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常见的比格廖症同时出现，症状变得非常的复杂和难治什么是比格廖症呢？我们会在今后的视频中给大家介绍它的特点和针对它的治疗。如果你有甲基化不足的情况怎么办？我们可以用饮食和营养素来进行调整。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几种可以改善甲基化障碍的营养素。不管是甲基化不足还是甲基化过度，它们都需要抗氧化剂，这里面就包括维生素 C、维生素 E、微量元素硒、生物素、维生素 D、维生素 A、必需脂肪酸和必需氨基酸。其次就是重要的辅酶，像 B6、B12 和锌。维生素 B6 呢是神经递质合成的关键酶，鹰嘴豆里的维生素 B6 的含量最为丰富，一杯呢可以提供建议每日摄取量的65%。其他像是牛肝、鲑鱼、鸡胸肉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6。锌呢在正常人体内和铜保持一定的比例，其中锌呢是抗氧化剂，而铜呢是促进氧化的。锌缺乏或者铜锌比例失调，体内的氧化压力呢就会增加，使得身体出现类似慢性炎症的状态，这也会使他们的精神症状加重。补锌可以重新平衡锌铜比例，也可抗氧化压力。贝壳类海产、肉类、坚果类含锌量都很丰富。关于锌在神经精神方面的作用呢，我们会在以后的视频专门介绍，请大家继续关注。哈利动物肝脏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12。B12 呢，它催化 3-ME 的合成。3-ME 呢是 S 腺苷甲硫氨酸的缩写，它是甲基的一个重要供体。它不仅促进甲基化，同时也抑制血清素、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被转运蛋白移出传导系统，它能够增进这些神经递质的作用。左旋甲硫氨酸和 3-ME 呢有相同的作用。鸡蛋、红肉、奶类都是甲硫氨酸的丰富来源。甲基化不足的人呢，也经常出现低钙血症和低镁血症，产生相应的临床问题。因此呢，对这一类人要注意补钙和补镁。镁在我们的健康中也有非常特殊的作用如果您感兴趣，我们在以后的视频中为您介绍。叶酸也是甲基化的重要营养素，但是对于有血清素、多巴胺和去甲腺素功能低下的甲基化不足的抑郁症患者来说，如果你给他补充的话，结果会适得其反。因为叶酸会让这些神经递质的重吸收更快，进一步降低这些神经递质的功能，加重症状。所以一看到有 MTHFR 基因缺陷就补充叶酸的做法呢是不妥当的。甲基化不足的精神方面的病人呢，最好少吃含高叶酸的食物，
另外，甲基化不足的人呢，应该慎食一些高组织胺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包括酒类、发酵的奶类、腌制食品、泡菜、酸菜、香肠、熏鱼等等。西红柿呢，也是含组织胺很高的食物。另外就是剩菜剩饭，因为剩菜剩饭时间长了，也会释放出组织胺。那甲基化过度又有什么特点呢？应该怎么样用饮食和营养素来进行治疗？我们在下次节目继续为您介绍。如果您有什么问题，请给我们留言，不要忘记和您的亲朋好友分享，订阅我们的频道。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重大医学新闻。近期，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发布了一项研究，指出南非变种新冠病毒可能突破疫苗的防护，使疫苗对此类变种病毒没有效果。这项研究将一群已经接种了1至2剂辉瑞 BNT 新冠疫苗的人群与相同数量未接种疫苗的人群做了比较，打过疫苗的人群感染南非变种病毒的比率竟是未打疫苗人群的将近8倍之多。目前，辉瑞公司对此尚无回应。研究人员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机制使疫苗对南非变种病毒无效。不过庆幸的是，南非变种新冠病毒目前总体的发病率偏低，因此即使疫苗对它无效，短时间内还不至于爆发大规模的感染。同时，报告也指出，疫苗对于英国变种病毒是有效的。接种完2剂后，其对于原始新冠病毒和英国变种病毒的防御力是相似的。但如果只接种1剂疫苗，对于英国变种的防御明显低于原始新冠。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